就是这个口感满足，然后整个的香味绝了，真的就是一个可以超越红三剁的名作，绿两剁。牛肉饼拿出来，我一般放解冻板的话，30分钟左右就可以解冻好了，就不用管它了。就你只要放着，你不需要去调味腌制。你在超市买现成的牛肉馅或者自己剁，当然也是可以啊。但是这个对我来说现在就是一个完美的食材，因为我最近半年我在做 Vibe Coding， 我在做产品啊，我做了一个叫 Mind 的一个聊天日记本啊，现在 iOS、安卓、Mac 全面已经上架了，大家感兴趣可以去试一下。对，就是在做这个的时候，真的是有点废寝忘食，所以呢，我就希望找到一些又好做，然后食材容易囤，然后像这样画起来又很快啊，就是快手好吃、营养好的菜。所以今天是第一期啊，我称为开发饭，对，就是开发的时候吃这个就可以满足一天的这种能量需求。另外一个食材就是西兰花，我们这个料理只要用到2种食材和1种调料。非常疯狂，我这样说就像我在骗人一样，其实没有。像这样一个牛肉饼啊，就画好牛肉饼，这个是100克吧，110克，然后一个西兰花一般是300克，它能吃部分也就250左右，所以呢，最好呢一个西兰花就是搭2个牛肉饼，就让它的这个肉和西兰花的比例差不多是1:1，或者你也可以尝试，比如说大一点的西兰花，然后呢2个牛肉饼再加一个猪肉饼。那个肉的香味会更丰富一些，油脂也会更丰富，因为猪肉会带来一些额外的香味。半个西兰花加1个牛肉饼，就是一个像我这种成年男性一餐需要的蛋白质和一些植物纤维，就这样一顿就很好算啊，再搭上米饭就可以了。这个菜其实做起来很简单，但是呢，它有2个地方会决定最后的胜负。首先就是西兰花的切多大，可以像我这样切。挺爽的，然后这样切出来的其实就不会太小，但是吧，这个切起来其实还要挺久的，就是切半个西兰花，也没想到比想象中要更长的时间。但我觉得这个我现在画面里面展示的这个大小是口感会比较好的，待会儿剩下的部分我会用那个机器来切啊，机器切真的就是特别快，但是呢，你不要切得太碎，切太碎了，这个菜口感就不好了。所以像这种感，我可以待会儿留着用那个来切。其实如果你想把一个西兰花切得特别均匀，是一件比想象中更费事儿的工作啊。但我觉得，其实如果从办公台前面来到这里做这个切西兰花的事情，还不错，它挺让人放松的。好，那我留了几个啊，我们家的那个切菜器不是很大，所以我正好就是可以给大家感受一下这个速度，不用真的切得像那种米粒一样碎啊，那个有点太细了。然后是机器啊，大家感受一下这个速度，不要用太强的转速和太长的时间。就差不多这样，这就可以了。里面是这样的，跟我切的差不多，快吧。点火，锅里面稍微加一点油以后，这个时候来拆开我们的这个。每次我做这一步的时候，都会觉得对科技心存感激。然后整个肉饼就这么放下去，火你就开中火就可以了，稍微把它给弄开。这一步的目标是要炒到这个整个的牛肉饼变色，不需要任何的技巧，也不需要控制火力，就是开一个中火。我连西兰花甚至都没有合并啊，我就是这么把它加下去。然后继续炒，就是稍微的翻一翻，站在旁边都是可以的，站在旁边等都是可以的。然后就要到这个菜的第二个要点了，就是可能会导致失败的点，
这是真的。尤其是刚开始做菜的朋友啊，这个菜非常适合你们，这个容错率极高。但是呢，盐不要放多，小半勺就可以了。放下去以后再把它炒匀就可以了。这里会发生一件非常神奇的事情，就是你的这个西兰花和牛肉加了盐以后，在这里会被炒出一种微妙的像黄油一样的香味，这是你很难想象的。因为一般来说我们炒牛肉总是什么蚝油、酱油、生抽什么的，对吧？是那些去腌啊什么的，出来都是一个味道。但是这个清淡的很神奇的味道。就我每次想推荐这种完美平凡料理的时候，就有点心情复杂，因为它又好做又好吃，又不会失败，营养价值又好。那这种发了以后，大家还会回来看我吗？会产生这种心理，但是最后还是怀着一种猫决定把一切都交给老虎的这种决心啊，把它分享出来，因为我真的是太喜欢这个菜了。西兰花本来有一股比较重的这种青草的味道，你炒的过程中其实也就是炒了2分多钟3分钟我估计啊，但这个青草的味道会消失，这个时候就好了。热一盒米饭，我一般中午就吃这个，蛋白质、蔬菜、米饭，一些脂肪，很美味。这个菜我觉得它的场景实在是很丰富，它既可以你当天想吃的时候拿出来，很快的做出来，很满足的吃，也可以拿去做便当，你也可以一次做好几份，是吧？放在家里面当备餐啊，做2天3天的分量放着去加热。但唯一可能需要提醒大家注意的就是说，这个西兰花它加热的时候啊，就这个菜唯一不适合的可能就是不吃西兰花的人。所以呢，你如果复热它在办公室茶水间，那可能会有一些不愉快的味道，这个稍微要注意一下。但除此之外，我觉得对大部分人来说，这是很满足的一种一餐蛋白质的吃法，这比你去吃鸡胸肉、吞咽鸡胸肉那种，当然我们之后也会有一个好吃的鸡胸肉分享给大家，我最近也在吃的。但是对我觉得以一天蛋白质来说，很好的一个选择。